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座沉睡了2000年的楚国古墓正在发掘中。当考古人员挖开墓穴，令人惊叹的是，墓葬的填土层中发现了碧绿鲜艳的竹竿和竹叶，就像刚被采摘下来的一样。而开棺时刻，出现一幕更令人震撼，只见棺椁中保存着一具完好的男尸，而且诡异的是，这具男尸口含玉印，全身呈现赤红色，浑身上下竟没有一根毛发，仿佛被某种神秘力量剥离。要知道，这可是比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还要早几年入葬的古尸。那么墓葬主人究竟是谁呢？除此之外，墓葬中还有哪些惊人发现？今天眼见古今，就来满足你们的好奇心，走进湖北江陵，探寻楚国大墓不符古尸之谜。一切要从湖北荆州一个叫凤凰山的地方说起。这里位于江汉平原，地靠长江，气候湿润，河湖密布，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饶之地。此外，凤凰山是一处坡度缓和的港地，靠近古代楚国的国都遗址济南城的南城墙，它的西北边挨着古代楚国的宫殿区。今天看起来，凤凰山相对普通，不过在古代，它可是皇宫附近的一座观景山，这里埋葬着大量楚国贵族。1975年初，凤凰山上聚集了形形色色忙碌的人，因为一场国内考古史上的会战将在这里拉开序幕。这次考古几乎云集了全国范围的考古力量，还有许多跨学科专家。此次科考是要保护江陵济南城的古遗址，并对古墓葬进行迁移，因为当时这一带的土地，当地政府需要开发占用。考古工作人员在这片山岗上一共勘测发现有180多座秦汉墓葬。巨大的墓葬区中，许多墓葬的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专家们忙着制定各种计划和措施。在一众墓葬中，一座编号为168号的墓尤为引人注目。从形制来看，有别于墓葬区已经发掘出的秦墓，而且它还是墓葬区中体量最大的一个墓地。由于在发掘前已经预估墓葬的不俗，有关部门专门为这个墓地发掘成立了168号墓发掘小组，并制定了发掘方案。而另一组人马同时发掘其他墓葬，人们对168号墓葬的发掘充满了期待。这座古墓的地理位置与马王堆汉墓并不算太远，大家都希望能够和马王堆汉墓一样有惊人的发现。要知道，1972年马王堆汉墓1号墓的发掘可是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考古界。3月12日，对凤凰山的168号发掘正式开始。眼前的就是168号墓。从外表看，墓葬的封土已经被千年的岁月磨平，山坡上长着桐树林。168号墓位于山岗中部偏东，和167、169号墓并列挨着。考古工作人员的洛阳铲下去后，发现土层的下面有夯土的台基，墓坑上方的填土是一种厚厚的五花土，十分坚硬。五花土就是指当古人在埋葬墓穴时，把挖出来的土再倒回去，土会变成小块，原生地层被破坏后形成交叉的小土块，就成为五花土了。考古工作人员在挖掘过程中发现168号墓的夯土层很清楚，每一层都有夯窝。而开挖不久，工作人员就在填土中发现了绳纹瓦片，还有食物残留、牛排骨、水果等。专家分析，这些食物是用来祭拜鬼神的。楚人信鬼神，他们认为祭祀时献上牛排骨、水果等食物能起到安抚鬼神、获得庇佑的作用。这也说明墓葬的风格是倾向楚国风格的。为了加快挖掘速度，考古人员在发掘现场加装了照明设备，昼夜不停的工作。数米厚的五花土泥被清理掉后，又发现了密封墓葬的青灰泥。由于泥质十分细腻，对墓葬能够起到很好的封闭效果。对于发掘小组来说，墓葬的封闭性越好，意味着墓葬可能保存得更为完好。就在大家努力挖这层泥的时候，令人惊叹的事出现了。
工作人员在取土时发现泥土中竟然有新鲜竹叶和竹竿，颜色跟刚刚摘下来一样，新鲜碧绿。没有看错吧？这可是2000年前墓葬和风泥、竹叶和竹竿，为什么至今还保持着鲜绿？而这时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这些碧绿的竹叶和竹竿就像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伴随墓葬主人下葬时埋进土里的，而不是发掘现场被谁刚采摘下来放在那里的。突然，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中，迅速上演了一场见光死。只见叶子和杆迅速枯萎了。接下来，考古工作人员用洛阳铲继续勘探，探测表明青灰泥的下面就是棺椁。现场有专家根据情况做出判断，认为棺椁一定保存得很完好，极有可能发现有重要文物。而在钻土层的时候，工作人员还发现有一股神秘气体随着探洞冒出。专家解释，这种气体是有机物腐化后造成的。以前盗墓贼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叫火坑墓，说的就是有这种气体的墓葬，气体在遇到火后极易被燃。种种迹象都表明168号墓葬的确不简单。时间过得很快，转眼2个多月过去，一座长方形大墓终于出现在人们眼前。墓葬有墓道、墓坑、墓室，整个墓口长 6.2 米，宽 4.8 米，深 8.4 米。墓葬的形制是土坑数学，在专家眼中，这是楚墓特有的典型特征。由此，专家进一步推断168号墓是有楚墓特征的贵族墓。随着填土的运走，墓坑中的台阶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这点和长沙马王堆1号墓很像。由此，又有专家分析，墓葬说不定也能出马王堆那样的古尸。那么，果真如此吗？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清理棺椁，越来越接近墓葬的核心。168号墓葬会为人们带来哪些发现？一切充满未知，一切又让人充满期盼。此时，椁盖板上部的青膏泥已经清理完毕，露出整整8床黄色的尾席，颜色跟新编的一样。考古工作人员十分兴奋。不过，随着尾席的揭开，专家却感到心中一凉。席子下面的椁盖板竟然是有缝的，手指都能插进去。椁室体积很大，底部南北向横置了2根垫木，上面放着底板承重，四周是壁板连着墙板，木板加工痕迹是用奔砍出来的。由于尺寸很大，专家分析说，棺木可能是套棺。仔细端详椁盖板，由6块长方形楠木组成。揭开后，下面是椁顶板。此时，众人的心情又变得兴奋起来，因为椁顶板看起来封闭得很好，上面竟然还有水历经1000年，并没渗透进棺中。此时正值荆州6月，天气炎热，考古现场热火朝天。椁顶板慢慢被工作人员抬开，众人满心期待，望向椁室，却发现里面全是积水，很多的陪葬器物都漂浮在上面，有些随葬品已经腐朽了。如此对比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这座楚墓的保存显然很不理想。不过，专家们也很难描述此时的心情，因为眼前的文物众多，比如这只漂亮的漆盘就漂浮在水面，还有很多铜器也出现在水中。要知道，在当时能使用这些物品，说明墓葬主人的身份不低。放掉水后，工作人员发现椁室竟然保存得十分完好，结构上分为头箱、边箱、棺室，还有门窗相连。所谓的头箱就是祭祀和宴请宾客的地方，边箱像库房，堆满各种东西，棺室就是墓主人的寝室。墓葬的形制显然体现着楚人的丧葬观念。专家解释，这个棺椁就是按照墓主人生前的居室设计的。紧接着，考古人员就从头箱清理出了木雕车、船、马等模型，还有大量木俑，其中还有奴婢。而从边箱中清理出了很多崭新的、珍贵的漆器，另外还有一些生活用具，经过统计，足足有500多件。由于椁室缺少马王堆汉墓那种恒温、恒湿、缺氧的环境，168号墓的这种状况让在场的许多人犹疑，棺内尸体恐无望了。如果这样，现场直接开棺清理就行了。因为在那个年代，
吊车等机械设备不像今天这样普及，运送棺木、移地开棺是一件十分耗费人力的事。发掘小组的专家们面临着最后的选择，是就地开棺，还是按事先的计划将棺运至荆州博物馆再开棺。最终，专家们还是决定将棺木运到荆州博物馆开棺。于是，发掘小组从附近一个机械厂借到吊车，师傅把车开到凤凰山。众人开始了棺椁的打包过程，打包得十分紧实和仔细，为了防止棺木在吊运过程中散架，毕竟这是2000多年的棺木。考古人员用吊车将棺从椁内吊起，棺木被运至荆州博物馆时，时间已经是夜晚。荆州博物馆中，内棺在椁内，受棺内水浮力的影响早已侧翻。打开棺盖后，发现内棺与外棺间竟然有粗藤拐杖。当内棺棺盖刚撬开缝隙，一股难闻的刺激性臭气立即冒出，同时还伴随着酱红色的液体渗出。工作人员轮班用塑料袋收集棺液，由于棺盖缝小，棺液滴得慢，时间长了，接棺液的工作人员都被熏吐了。凌晨，棺内情况仍不明朗，专家们决定天亮前掀开棺盖查看。工作人员略微把盖板缝开大一点，用手电筒一照，真是吓人一大跳。只见棺内躺着一具古尸，古尸的其中一只胳膊奇怪地掉了下来，耷拉在古尸身上，姿势十分奇怪。由于怕棺盖打开后尸体的环境条件产生变化，专家们急忙又合上棺盖。有古尸，这可是个好消息。本来熬了一夜，人们都已经十分疲惫，此时却睡不踏实了。专家们决定直接开棺盖查看个究竟。当棺盖再次被徐徐打开时，所有人都惊呆了。只见棺内赤裸地躺着一具男尸，全身上下没有任何毛发，皮肤还保存着良好的弹性，用手轻轻触碰可以回弹，身体的各个大小关节均可以活动。专家称，就像一个酣睡的老人，栩栩如生地躺在的那里。那只奇怪的手臂也只是因为内棺常年侧翻造成的。众人将古尸被抬到地面上平放。令人震惊的是，他的皮肤是赤红色的，而古尸身下还有厚约30厘米的酱红色泥样堆积物，仔细看像是衣襟等织物修复所致，但盖在尸身上的那件麻织物并没有腐烂。尸体见光后，有人观察到令人吃惊的一幕：尸体很快开始变瘦，肤色变暗，联想到发掘初期的竹叶的枯萎，众人心中泛起惊惧，害怕这位刚出土的尸身也上演枯萎一幕。人们马不停蹄地决定把它运往当地卫校低温室，那里已经准备好了冰块。此时，湖南的医学专家正赶往荆州，大家决定连轴转，解剖尸体。古尸能够保存完好如初吗？墓主人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工作人员来不及细想，只是紧张忙碌地处理着眼前的情况。湖北的医务科研人员随后赶到现场，拿开尸体周围的冰块，立即对尸体进行全面检查和解剖。在解剖室里，专家首先对古尸进行了整体外观检查。这具男性古尸体重52.5公斤，外形完整，全身皮肤柔韧而且湿润。鉴定结果显示，墓葬主人的年纪应该是60岁左右，身高有167.8厘米。口腔检查时，医生对牙齿进行了取样，看了牙齿的排列情况，没有发现龋齿，还有牙周病这些情况，说明生前的生活习惯还是蛮健康的。专家们还发现一个惊喜，在古尸的喉咙处发现一个东西，用镊子取出后，竟然是一枚乳白色的玉石印章。印章上用英文篆体刻着一个岁字。结合出土文物，专家们确认岁正是这位墓主人的名字，而他的下葬时间竟然比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女主辛追夫人还要早几年。由于整个尸体已被棺液全部浸透，这反而使得尸体不会马上变坏，而且由于尸液中混合织物的颜色的成分，使得尸身被染成赤红。古尸的内脏器官不仅外形完整，保存的也很不错，连脑髓都异常丰满，脑神经在仪器下清晰可见。有意思的是，专家们在古尸的胃里还发现了香瓜子。
一共有138颗。这一发现仿佛让这位古人跨越千年时光，与人们分享了一段他的生活片段，为人们了解古代饮食习惯提供了珍贵线索。后续研究发现，这位较岁的古人生前还患有多种富贵病，比如胆结石，这与过多摄入高蛋白高脂肪食物有关，而他的动脉粥样硬化也是与饮食有关的富贵病。想来墓葬主人爱吃的食物中应该有牛肉，因为他的墓葬中有大片整齐的牛排骨摆放着。尸身全身无毛的原因也在棺液中找到答案。全身的毛发被棺液长期浸泡而溶尽，古尸所着四肢衣襟也被溶解殆尽。不过更令人称奇的是，专家们在显微镜下竟在细胞核里看到了非常清楚的核酸。这位后续成功提取了古尸 DNA 进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古尸保存完好的程度甚至超过马王堆汉墓的辛追夫人。忙碌地进行工作的时候，专家们心中充满了难言的震撼。眼前的古尸经历了2100多年得以保存下来，专家分析，主要原因是葬具的密封、深埋，加上无菌的棺液有一定的抑菌和杀菌作用有关。整个棺液呈现弱碱性， pH 值达 8.4， 含有有机汞。这种情况下的尸体特性和墓地的地质、水文环境构成了一种极为珍贵的巧合。因此，这具保存相当完好的尸体为研究古代人类提供了珍贵的样本。那么，这位千年不腐的墓葬主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生前有着哪些经历呢？考古过程中发掘的竹牍帮助专家们开始了身份的破译。就在考古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位正在对墓葬进行清理的考古人员突然在墓葬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一块竹牍。专家在研读竹牍上记载的内容后，了解到关于墓葬主人的身份信息。上面的字虽然不多，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这是一封用文言文写的信，牍文上写着13年5月庚辰，江陵城赶告地下城，是阳武大夫岁，自言与大奴良等念8人，大毕等18人，摇车2乘，牛车1辆，口马4匹，骑马4匹，可令立以从事。赶告竹。这块牍文是当时新上任的江陵县城写的。牍文的大意是告诉地下的县城，汉文帝13年5月庚辰这一天，居住在江陵县士阳里的武大夫，名字较岁的官吏，带领奴婢、车马等前往阴间报道，让地下的官吏按照岁的级别接待伺候。看到这里，不得不说，这竟然是一封写给地府的介绍信啊！一封告地下官吏书，清楚地介绍了墓葬主人下葬的时间是在汉文帝13年，还有墓主的籍贯是江陵县士阳里，他的爵位是武大夫，在是西汉20等爵制中，这是第9等爵，地位与县令相当。岁这个名字也出现在这封信中，与玉印章上的名字互为印证。不过，这个较岁的古人生前具体是干什么的呢？他又有着怎样的身世？目前很多信息依然是不完整的，考古专家们试图通过细致研究了解墓葬主人更多的生活情况。首先，根据竹牍告地书上的内容，告诉人们墓葬主人是武大夫，这个爵位在汉代能够享受到较好的生活。根据2年律令4律记载，武大夫可享受600石粮食的俸禄，并且在土地分配上，武大夫可拥有25顷土地，住宅数量也有25宅。这种生活条件显然比普通的老百姓要好很多。这是168号墓中出土的奴婢墓俑、车、船、马、牛、狗等模型，这些随葬品和整齐排列的排场也证明了墓葬主人生活的富足。男奴和女奴墓俑显示出墓主人在世时家仆的规模和社会地位。不仅如此，还发现了墨绘眉目、朱绘双唇的墓俑，这体现了当时的汉代人早已开始对化妆的关注，还有他们的审美观念。可以想见，西汉初年，像岁这个阶层的人家中，人们已然开始重视化妆。而车和船的模型不仅展现出主人出行时的排场，也变相反映了当时的荆州的繁荣与富裕。
作为荆楚文明的发源地，荆州在那个列国纷争、风起云涌的时代，受到战争的破坏还不算太厉害。而水陆交通模型的出现，显示出当时的荆州作为地理枢纽地带存在的重要地位。很显然，遂生活在一个繁华的南方都市。第二点是关于墓葬主人具体从事的职业之谜。考古专家们在边箱中发现了一个竹制均衡器和一个铜制圆形砝码，这是用于称量钱币的衡器。装在竹子之中，与之一起出土的还有许多钱币，钱币上写着半两的字样，字体为秦隶。这些发现深深地吸引着专家们的脑洞。有专家认为，墓葬主人生前的职业很可能和财政、货币管理有关。带着一套称钱的工具入葬，说明主人和这种工具的关系密切。西汉初年，货币私铸的情况很严重，当时许多私人铸造货币，为了节省原料成本，重量越来越小，厚度越来薄，有点像今天假币的意思。而且这种行为严重地影响着当时的金融秩序。为了维护律令，保证货币统一，当时的政府还统一规范了砝码和算钱衡器。不过，西汉初年的时候钱还是小得非常厉害，所以政府后来又进行了钱币改革，把原来秦朝时期流通的秦半两的重量加重了一点，逐渐改成了4铢。168号墓葬中出现了很多钱币，外观特征上，4铢半两钱铸造规整，周边整齐，上面的字体方正，笔画纤细匀称。那么这些钱币是秦朝的，还是后来汉朝的4铢半两钱呢？是不是符合规范的呢？经过称重测试，最终专家们得出结论，钱是汉代的，并且符合规范的钱，与史料曾经记载过的文帝规范货币重量相吻合。此外，在竹寺内还有一套完整的书写工具，包括笔、砚台、岩石等，这些随葬品进一步印证了墓葬主人极有可能曾任江陵县管理文书和财政方面的官职。当然也有不同观点，也有专家认为他可能就是一个商人，自己还从事铸钱，因为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利润很大的行业，他的身份不一定非要是官员。如果按照墓葬主人的死亡年龄的倒退，他出生的时候应该是在战国末年，当时秦军正横扫6国，打算统一天下，而他的家园那时也早已纳入了秦国的版图。不过当他成年后，历史的车轮已经来到西汉初年，那时的江陵县属于南郡，地理位置优越，控扼长江，上通巴渝，下达吴越，商业兴盛，农耕渔业发达。江陵县的繁荣经济为随这样的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文物中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漆器，这些漆器作为日用品出现在墓葬主人的生活中，反映出墓主人过着十分富足的生活。而出土的稻米有多个品种，多种其他食物遗存，也展现了墓主人的饮食习惯和当地的物产丰富。通过这些发现，人们可以窥见墓葬主人遂的生活不仅与他的爵位和阶层有关，也与当时江陵的繁荣的经济息息相关。第3点是关于墓葬主人的爵位是如何获得的，专家们也展开了推测。按年龄推断，他获得爵位的时代应该是秦代或者汉代，当初秦朝灭亡的时候，墓葬主人的年龄应该21岁左右。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现状，专家们得出2种观点，一种认为墓葬的爵位可能通过是参加战争获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能是靠当时的政策获得的。有专家推测，按照当时汉文帝的政策，运输粮食至边疆可以获得爵位，运输600石粮食即可获得5大夫的爵位。也有观点认为他可能因参与汉初的战争，如白登之围等，或者文帝初年与匈奴的战争而被赐予爵位。不过墓葬中并没有发现兵器等战争相关物品，所以认为他是靠政策红利获得爵位的人显然更多。此外，也有个别的专家认为遂的爵位还有可能与他从事的商业活动有关，特别是与货币铸造相关，这在当时也是一种获得财富和地位的途径。总之，
墓葬主人遂的生平和身份，如同一部可以让人充满想象的历史画卷。他过着富足的生活，拥有众多奴婢，使用当时十分贵重的漆器作为生活中的日用品，各种食物十分丰富。在西汉初年，他还患有人们常说的富贵病，一切似乎能够让人感受到楚地的繁荣，在西汉时期仍在延续。如今，在湖北荆州博物馆内，这具凤凰山西汉楚国部府古尸静静地陈列着，每年都会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古尸历经2100多年依然保存完好，甚至细胞核里的核酸都清晰可见，简直堪称奇迹。一南一北，与马王堆汉墓的辛追夫人的干尸遥相呼应。公元前278年，秦国将领白起攻陷济南城后，楚国的国都迁移到陈，也就今天的河南淮阳。而原来的国都济南城的边上的凤凰山，也逐渐变成了一片埋葬楚国和汉代一些地位较高的人的墓地。济南城作为楚国的郢都之一，曾历经了20代楚王，在楚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楚国在中国历史上又是强大而繁荣的战国七雄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江陵这片土地似乎注定要给人们留下一些深刻记忆。而凤凰山168号墓的发掘成果，生动还原了楚国故都的繁华与辉煌。通过墓中出土的竹牍、印章、横器、钱币、车船模型等文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今天，当时的古代贵族们过着多么富饶的生活。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如果您对凤凰山墓葬有不一样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喜欢此类视频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